蒙住你的眼睛，巧妙转走资金的同时，也悄悄地解脱了你牵着他的那条绳子。上帝，我恨不得一把火烧了华业商行。Calm down， 亲爱的伊娃。中国有句话，叫做“你要想打蛇，就一定要打7寸”。那么，汉斯先生，姓文的7寸在什么地方？华业啊！赞美主，上帝没有睡着，我已经抓住文红叶的7寸了，我保证会叫他一败涂地。您这么有把握？来看，华业商行，文红叶，我一定要让你惨败在华业这2个字上。走着瞧。各位前辈，请。文老板，看您这写字楼的气魄，我只有一句话来形容啊，望尘莫及呀。承蒙各位前辈抬爱，红叶在商场上呢，还只是后生晚辈，今后需要各位帮衬提携的地方还多着呢。文老板太客气了，来，请。文老板，这次多亏了你援手啊！对，要不然就算是不倒闭，也难逃被鬼佬收购的命运呐。可是我也没做什么，靠的是大家信得过，众人一心，其利才能断金嘛。我们这些华商就是吃了不齐心的亏啊！对，我们这一齐心啊，连洋人都没辙。来，喝茶。哎，我们没请你们，请你们出去，请你们出去，干什么干什么啊？哎，这，龙周德。来者是客，不要无礼。汉斯大班不请自来，必有目的啊。这话是我说过的。现在我是主人，这话换我说了。姓文的，这是法院的传票，传唤你到庭受审。这怎么回事啊？我不作奸，不犯科，法院传我做什么？我已经代表华业洋行正式控告文先生的华业商行侵犯了商标权。侵权？你冒用华耶名号成立商行，严重损害华耶洋行的商业利益。法院已经受理本案，文先生还是把传票拿着吧。你胡说八道，华耶跟华业根本就不一样，只是发音上的差异而已。文，我说过，不论谁与我为敌，都不会有好下场。这场官司你输定了，法庭上见。红叶，他们真的可以告我们吗？哎，文老弟啊，汉斯大班讲的没错呀，这场官司你赢不了的。为什么？租界的律法是西洋人从西方照搬过来的，这套把戏他们玩得滚瓜烂熟。更何况华耶洋行在省城注册比你早，名头比你大，他们告你，确实是无懈可击呀。见他的鬼去吧！这明明是没事找茬嘛。哎呀，就算没事找茬，他也找对了地方。上了法庭，文先生是没有机会的。如果我输了这场官司，结果是什么？通常这种官司，胜方会要求败方付巨额赔偿，金额大的足以让他倾家荡产。这几世都翻不了身呢。阿鲁，这可怎么办呢？谁怕谁啊？现在请得起律师，到法庭上跟他们辩个明白。金莲，你别光一个人闷在房里，跟阿爸去杭州散散心。
散什么心啊？我不是好好的吗？社主，文红叶他……一龙啊，什么事儿？说。文红叶被花爷洋行给告上法院了。嗯，听说这是中国第一次洋商跟华商打官司，非同小可。嗯，市面上都说文红叶这回输定了，准得完蛋。哎呀，这事儿可不妙啊！什么不妙？哼，花爷洋行大班亲自开口，要我帮他把文红叶整垮，好处是李字钱庄归我。可他这官司一打赢，用不着我了，我的好处也就飞了。社主，你怎么能跟洋人勾结在一起去整文红叶呢？哼，文红叶胆敢悔婚，毫不顾及新年如何做人，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就算洋人不整治他，我也饶不了这小子。新莲，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哎，这社主到底应不应该教训文阿禄啊？哎，新莲，你这干嘛呢？新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什么样的因，就受什么样的果，难道不对吗？恩怨分明，不愧是我陈云生的女儿。不好意思，文先生，您慢走，恕不远送。文先生，真抱歉，这种没有胜算的案子我们没法接呀。文老板，我劝你庭外找洋人赔罪和解，破财消灾。文先生，不是我泄你的气呀，这场官司还没开始审理，您已经是输家了。文先生，对不起啊，文老板，很抱歉。文先生，不送了。也许宋小姐可以帮上忙。我脸皮没那么厚，再说这官司太难打，我不想拉她来趟这趟浑水。哎，请问一下，戴维斯先生在哪里？就在楼上。谢谢。好。请进。没想到是我吧？哈，请坐，文先生。我刚才打听到，您是全省城顶呱呱的大律师。多谢你的夸奖。怎么，你想打官司吗？我被告的事情，我想全省城都知道了吧？你走进我的律师事务所之前，曾经找过几位律师？不瞒您说，该找的全都找了，你是最后一家。知道为什么吗？他们都认定我输了。那为什么你会认为我不怕输呢？很明显，你把我当做了情敌，对吗？我不会谅解你对芳华的伤害，难道你不害怕我假公济私，借此来报复你？我相信我的眼光。教授不是假公济私的小人。非常感谢你的信任。不过现在，您也不敢接我的案子？自从我披上律师袍的那一天起，我还没有不敢接的案子呢。只是，很可惜你晚来了一步。花耶德国总行的总裁是我家的世交，他亲自给我打来了电报，委托我来当花耶洋行的原告律师。很对不起，碍于情面，我已经接下了这个案子。花耶洋行请了全省城最顶尖的律师，那我更要小心应付了。打扰了。
也许当我想到合适的人选的时候，会介绍给你的，温先生。多谢。报纸你看过了？文红叶锋芒毕露，得寸进尺，汉斯先生必然会还以颜色的。你刚刚考上律师，对文红叶这场官司有什么见解？没有想过。我投身律师行业，也不是为了他。对这场世纪官司，你打算隔岸观火？我为什么不可以？啊，是吗？这算是你对 Daddy 的保证？和文红叶相识一场，我只觉得好累好累。人各有志，我不可能为了他每一件事情劳力伤神，何况他风生水起，好运当头，用不着我瞎操心。感谢主啊！我的女儿终于开窍了，Daddy为你悬着的一颗心，也总算可以放下来了。招牌才挂起来没几天，就惹来一场惊动全省城的官司。莫非这老天爷忽然变了脸，把你的好运气都收回去了？老天爷有什么道理？在那，八叔，快来！在这儿呢，八叔，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快！来，慢点，慢点啊，八叔，慢点啊！哎呦，慢点啊！老天有眼，你也有今天。我们文老板岂只有今天，还有明天、后天、明年、后年，千秋万年。咦，你小子被洋人告上法庭了，你还嘴硬啊你？是恶有恶报。你个占尽了李家便宜的家伙，坐牢之前，我们要出一口冤气才解恨。不，你们干什么？我等着！我可不是好欺负的李宝爷，如果你们敢动手，不管你年纪有多大，我保证会还手。放心，我们不动你一根手指头。狗血伺候！干什么？脱了狗血，你打不赢官司，倒霉一辈子，永世不得翻身啊！来呀！你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了来呀！先生，是说华裔商行的罗红叶。考上大律师了，架子不小。老同学有约，也敢姗姗来迟啊？我的林大记者，什么10万火急的事打电话叫我出来，是采访到惊天动地的新闻了？谁呀？你没认出来？这是文红叶啊，真是名副其实的狗血淋头。怎么搞得这么狼狈？这叫树大招风，文红叶官司缠身，墙倒众人推啊。佩佩，我没有必要
为他每一步负责。路是他自己选的，让他自己去应付。更何况，他现在不是无权无势的小裁缝了。我相信，他自有解决的办法。不过，当碰上了权势更大的花椰洋行，文红叶就成了案板上的肉了。我警告过他，可是他太狂妄，不给自己留余地。人不轻狂枉少年。全省城没有律师敢替文红叶辩护，可是你猜，花椰请的律师是谁？是戴维斯吗？嗯，这场官司还没有开打，胜败就已经见分晓了。我的旧伤还没有痊愈，不想再添新伤了。芳华，这不像你，他不是你一手造就的吗？你真的能够心平气和，看着这场官司把你从千百人中挖出的人才毁了？佩佩，你不是一直都劝我远离他的吗？今天是怎么了？也许文红叶唤醒了我的民族意识吧。我们空喊了多少打倒列强，结果没做什么事。可是文红叶一出手，就敢跟洋商正面挑战，不得不令人又敬佩又同情。也许不闻不问才是最聪明的。的确，你不要在旧伤上添新伤了。算我什么都没说。这是你戴蒂啊？啊，我最爱戴蒂了，这是我画的。拿着，宝贝儿。一转眼你跑到这儿来了，以后不带你出来玩了。妈咪，他的风筝卡在树上了。啊，妈咪，戴蒂好威风哦，飞得好高好远。在孩子的心里啊，弟弟就是一等一的英雄。啊，谢谢小姐啊。在孩子的心里啊，弟弟就是一等一的英雄。看报了，看报了！开天辟地第一遭，土洋杀人法庭对决，短兵相接，看报了！给你吧。走进法院，兵也是你，将也是你，单枪匹马，没人帮得了你。你呀，自求多福吧。天无绝人之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看报了！红叶，要是路绝了呢？要是船直不了呢？没什么了不起，顶多再回去当小裁缝。哼。这不是你的心里话，你回得去吗？你甘心吗？吴老板，老板呀！文先生，文先生，文先生，请你谈谈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好吗？鬼老仗势欺人，
见不得中国穷小子冒出头来，和他们一争高下。这就是我的看法。您对胜诉有几分把握？听说全省城没有律师敢为您辩护，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各位，我就是文先生的辩护律师。谢天谢地，宋小姐，这是你命中注定的救命活菩萨呀！芳华，请不要误会，我只把你当成孤立无援、需要帮助的华裔商人。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第一个案例。我喜欢挑战难打的官司，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意思。哎，你不是文先生扮演小丑当活广告时一路陪着叫卖的宋小姐吗？宋小姐的父亲是原告花椰洋行买办，宋小姐您却为被告辩护，岂不是和父亲立场为敌了吗？不止如此，花椰洋行的律师戴维斯先生还是宋律师的恩师呢。不但父女对立，还要师生打擂台。宋小姐，你为什么不惜和父亲恩师对簿公堂，来为文先生辩护呢？请问宋律师，你和文先生是什么关系啊？这个问题有意思。你说一说啊！不许开刀！我并没请宋律师为我辩护。你们少在这里搞八卦文章。宋小姐，对不起，你请回吧。我听天由命。等等，文先生，我马上向承办法官登记，正式成为文先生的法律代表和辩护律师。据我所知，这个案例是有史以来在中国土地上第一宗西方财团与中国商人的商标权诉讼案。文先生显然处在不利的地位，我自愿向同胞伸出援手，伸张公理正义。还有疑问吗？记者同仁们，在我们心里也要有民族情怀、公理正义，不要只顾报纸销路，哗众取宠，把极为严肃的问题转移成花边新闻。我们这次赢定了，放心好了，先生。你宋芳华，戴维斯先生，爆炸新闻！芳华担任了文红叶的辩护律师，要跟你打擂台呢。戴维斯，你的得意门生反哥把矛头对准了你，怎么你事先都不知情？汉斯先生，我是正派律师，接受任何案件都是出自我自己的判断，包括我父亲都不知情。Good， 我向你的勇气致敬。我们法庭见。芳华，你有必要为了文红叶而自毁前途吗？教授，你言重了。我曾努力地说服自己，不闻不问，可是没有成功。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商量呢？我是怕我阻止你吗？你猜对了，我是要阻止你。这场官司还没有开始，文红叶就已经处于劣势了。做他的辩护律师几乎是没有胜算的，这等于是飞蛾扑火，你懂吗？要知道，这是你生平第一个案子，输了官司，就等于输了你的名声，输了你律师的生涯。教授，你曾经教过我们，能够从不可能赢的官司里胜出的律师，才是优秀的律师。可是你没有理由盲目的乐观。我并不盲目，我一定会把这些年所学的尽善尽美的用在这件史无前例的案子上。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教授。你赢不了我的，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案子上冒险。我必须冒这个险。芳华，我求你了，理智一点。教授，这个案子经过我理智的推敲，从大处讲，花椰洋行罗织的罪名，企图打击的不只是文红叶，而是新兴的华人商业；从小处讲，是我鼓励带领文红叶投入商界这个竞技场的。他的成败跟我有理不清的千丝万缕，我的道义和良知不许我退却和逃避。主啊，你果然是与众不同的新女性。文红叶可真是太幸运了。说实在的，文红叶3个字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它只是我值得去挑战的一个案例。我知道我阻止不了你，
但是你现在你要知道我真怕你的身体终究承受不了这场耗时费力的官司。我无论如何都要撑到这个官司有个满意的结果。教授，看够了洋商的巧取豪夺，我是为华人的尊严而战，也是为了将来我肚子里的孩子不会为他的父母蒙羞。你要小心了，你的对手是你的教授，我对你了如指掌。而且你要知道，我绝对会遵守职业道德，诚心诚意的忠于我的委托人。我将据理力争，并且是全力以赴的。我接受挑战。哦，天哪，你的伤还没好。Daddy， 玛莎，爹地，怎么回事啊？你是谁？什么？你若是宋威廉的女儿，你就把你手里的那些东西退给法院；你若是文红叶的辩护律师，那你就不要踏进我的家门。拿着你的行李走。小姐，亲爱的。玛莎，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你快点告诉我，你是 Daddy 的女儿，还是文红叶的辩护律师？你是认真的吗？我早就告诫过你呀，这商场如战场，如果你执迷不悟，总有一天你为了姓文的，跟Daddy对簿公堂。果然被我言中了。威廉，我看还是给米松一点时间，他还来得及重新选择。芳华，你就不要固执了，你要看清楚形势。芳华，你赶快给Daddy一句话，你到底是谁呀？Daddy，我当然是您的女儿了，而且是您唯一的女儿。玛莎，快把皮箱拎进去啊！好，Daddy，我真搞不懂，您的女儿为什么不能为华商文红叶辩护呢？威廉，我不懂米松话里的意思。汉斯先生，请你不要为难我Daddy，为文红叶辩护是我个人的决定，是良心的选择。你完全不顾Daddy的处境，也是良心选择。Daddy，你别说了，你一意孤行，我就当从来没有你这个女儿。从此以后，你不要再踏进我宋家的大门。Daddy，留下还是离开，你自己掂量吧。芳华，文红叶那小子马上就要身败名裂，那小子靠不住，什么都不能给你，你宁愿不要家也要帮他，你图他什么呀？啊，让他去吧。我从小娇生惯养的女儿离开这个家，外面的风风雨雨，她根本就没见过。我就不信她吃得了这个苦，受得了这个罪。芳华，小姐，让她走，让她走。小姐，受不了苦的时候，你也别回来。金莲，不对，你是金莲的阿妈平儿，真的是你吗？不对，不对，当年你死也不肯回头。当着我的面跳进了河里，连尸骨都没有找到。罗非，你是鬼？你怕吗？我不怕，不怕。不管你是什么，能见到你一面，总比我想碎了心、想断了肠要好。你的
心是虎狼的心，你的肠是杀人的肠。没错，在江湖上，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可是，唯独对你，我痴情不渝，至今未娶。谁能做到？我不稀罕。可是我稀罕。平儿，只有在你身边，我才能暂时忘掉刀光血影。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可我和你在一起，度日如年，生不如死。平儿，我的丈夫在哪儿？他早就被烧死了，否则你也不会答应嫁给我，不是吗？应该说，为了逼我嫁给你，你放火烧死了他。谁告诉你的？若有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还我的丈夫命来！陈忠，我刚才做了个噩梦，梦见心莲的阿妈了。陈忠，你信不信有鬼啊？有鬼会替冤魂讨回性命啊！不行，我明天要去庙里求个福，避避邪。你找谁呀？哦，我是花叶洋行的职员，汉斯大班有信叫我交给陈社主。啊，交给我吧。这，我是陈社主的女儿，不行吗？哦，是大小姐，失敬失敬。啊，那我就算交差了。谢谢你。啊，不客气，再见。心莲啊，哦，好，我吓着你了。刚才那个人好像很眼生，干什么的？花爷洋行叫人给你送来一封信。哦，哈哈，这上面的字，你看了没有啊？啊，哎，汉斯大班呐。要我去面谈，要叫文红叶一败涂地。如果你不舍得文红叶栽跟头，只要你开口，阿爸就依了你，回了鬼佬就是了。或者，你说真心话。想不想让阿爸为你出口闷气，给文红叶那混小子当头一棒，叫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的好？你要是不吭声，我就当你愿意了。
开庭。花耶洋行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文红叶先生采用与花耶发音相同的花叶，为其商行命名，属于恶意侵权，致使花耶蒙受了商业利益及商业名誉的重大损失。我的当事人要求被告赔偿300万元，以示惩戒。这么多呀！300万，要人命啊！300万，太少了。辩方律师请陈词。原告律师号称是中国通，对中国文字颇有研究，他不会不清楚。花耶、华叶，无论在读音、字形上都有明显的区别，请原告律师指教。所谓冒名侵权是从何而来？请被告律师大声的、快速的把这4个字念10遍，谢谢。花耶、华叶。法官，我抗议。抗议无效。没关系，念吧。花耶，华叶，花耶，华叶。请快一点，谢谢。花耶，华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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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耶，华叶。谢谢。花耶，华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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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耶，华，花耶，华叶，花耶。有谁能够分得清楚刚才被告律师所念的哪一句是花耶，哪一句是华叶？法官，华叶这个店名，数百年来在中国就有无数商家用过，随便找也能找出上百家。其实，冒用侵权的应该是花耶洋行。尊敬的法官大人，根据我查证，省城注册在案的只有德商花耶一家，其他任何叫华业的商家没有注册，所以就没有专利权，都可以视为侵权。注册制名堂是你们洋人的把戏，我们中国过去根本不行这个，你叫我上哪儿去注册？对吗？你这分明是恶人先告状。肃静，被告律师，请约束你的当事人。法官大人，请允许传唤控方证人出庭作证。准许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这个姓文的，坑蒙拐骗，专干坏事。我们李家几十号人都吃了他的亏，没想到他斗胆欺负到洋人头上去了。他抗议，证人陈词与本案无关。抗议无效，控方律师请继续作证。法官大人，姓文的没有良心啊！冒用洋行的宝号算什么？我们祖传的家产都被他拐骗到手了，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让他坐牢，把钱庄还给我们。把钱庄还给我们吧。不是了，他得有罪就行了。没错，他得有罪，把他关起来。一定还给我们，还给我们，让他们有罪。肃静，肃静，肃静。让一下，让一让，别挤了，让一让。行了，大家让一让。文红叶，等等。怎么回事？文红叶，在法庭上，我不问你，你不要随便开口说话，要小心，不可以强词夺理，引起法官的反感。不劳你白费力气了，宋小姐，你那位大教授摆明了要打我下18层地狱才甘心。不，戴维斯和你无冤无仇，他只是忠于他的职业道德，对委托人负责而已。你不要对他有成见。既然他这么好，那你何必跟他唱对台戏呢？你还不如当庭认输，送他个顺水人情算了。我也要忠于我的职业道德，对我的当事人，也就是你，负起全责。哼，这是因为你打的第一件官司是吗？越难打的官司越容易出名，对吧？文红叶，红叶，宋小姐对你这么好，你就别不知好歹了。下次开庭之前，我必须要和你讨论每一个细节，这需要很多的时间。你有空吗？
什么都没有了，又伤不到你一根毫毛。你还是乖乖的回去当你的买办千金小姐吧。哎呀，小子，你就剩一张嘴了。我会接手这个案子，只是为了替华界上人讨个公道，并不是冲着你文红叶3个字。我再说一遍，你只是我的一个案例。白痴！你小子真不是好人心啊！非要惹得宋小姐撒手不管你的官司，你才肯罢休啊！我看你最后怎么个死法！你怎么回到这里来啊？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你变了，文阿禄变成文红叶了。我脱了几层皮才变成了文红叶，忽然间要我变回文阿禄，恐怕连骨架都要散了。哎呀，你明知道这样，还要故意惹恼宋小姐，我看你到时候没人帮，活该呀！师父曾经说过，人生如潮水，有起有落。我这一波潮水涨得太快，也落得太猛。当初，如果你要是听了万师傅的话，安安分分的守着这间裁缝店，说不定今后的日子还会过得安稳点儿。我不后悔。如果要我一辈子窝在这里，就算安稳，对我来说也是白活了。现在房子都卖了，你想后悔也来不及了。你还在这磨蹭什么呀？赶紧回去想办法吧！300万呢，你砸锅卖铁也凑不够这个数。哎，都怪你，什么好名字不叫，偏偏要叫华业。如果不是华业这个名字，那些鬼佬就挑不出你的毛病来了。你别做梦了，汉斯一直把我当成他手上的棋子，只是他没有想到，我会跳出他的手掌心。还跟他平起平坐，所以他才咽不下这口气。就算不叫华业，他照样会把我当成肉中刺，不拔掉我，他是不会自在的。你小子就是锋芒太露了，根本就不懂得夹着尾巴做人。商场如战场，我夹起尾巴做人，他就会放过我吗？看起来这一次，就算是宋小姐亲自出马，也不一定救得了你啊！我宁愿她不出马，我实在不应该再拖她下水。哦，原来你是心疼宋小姐，所以才故意气她走的。我太了解芳华了。他有很多地方跟我很像，一旦决定的事情，就算8匹马也拉不回来。你是来看我如何落魄的吗？哼，来得及。过几天到法庭上去看，我肯定是灰头土脸，包你满意。你小子敢跟洋人明挑，有种！我于义龙佩服你。要不是因为心莲，我想我们会成为肝胆相照的好兄弟。不，你们现在还是好兄弟。于大哥，你帮他想想办法吧，他被鬼佬逼得走投无路了。如果当时你依了心莲的心意，不妄想着一步登天，就不会有今天这些麻烦了。
我要是早依了新莲的心意，你现在还有机会每天守着她陪着她吗？既然你还会争风吃醋，那为什么刚拜完堂就丢下新莲走了？我不想跟你啰嗦，我来这儿只是想警告你，有人算计你，你小心点。是新莲叫你来告诉我的吗？她不怪我了？呸！哪个姑娘受得了逃婚的新郎？你把新莲的颜面都糟蹋够了，你还指望她不恨你？是我活该。当时我没有顾及到她的颜面。不过，请你回去告诉她，我已经得到了现实报应，我的下场会让她觉得痛快。你小子别把我的警告忘了，进出小心，别遭了暗算。真的很奇怪，我们之间明明有扯不清的恩怨，为什么你三番两次的要操心我的死活？还是那句话，这世上有种东西叫做义气。哼，跟你说也是白说，我敢打赌，你写不出这2个字来。天哪！这世界上居然还真有像于大哥这样顶天立地的铁汉子。当然了，你小子也不差。算了吧，我这一辈子是没有脸活得像他那样心安理得了。奇怪啊，连我在内，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为你掏心挖肺的人呢？放心，只要我能够过得了今天这一关，我发誓，我会10倍100倍的回报你们。可惜啊，你小子铁定过不了这一关。马莎，宋芳华，你已经不是宋家的千金了，没人伺候你，靠自己吧。不要折腾我了，好吗？活是为了谁？你还不知道吗？哦，小姐，小姐。你的脸色好难看，又不舒服了。玛莎，你怎么把他们带来了？我们还是不是好姐妹？发生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告诉我。是啊，芳华，我们是好朋友，对吗？小姐，我给你带了吃的，还有牛奶。
我从来不知道牛奶这么好喝。你是又渴又累呀，你什么时候受过这种苦啊？马上，我自己会习惯的。不行，你一个人在这儿孤孤单单的，吃没得吃，喝没得喝的。走，搬到我家去住。就算去你家住，也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你还真打算没完没了的这么下去啊？芳华，你有决心吃苦，可是肚子里的孩子需要照顾啊。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胜诉，其他的都不重要。你生我的气了，还是担心输不起啊？为了这场官司，我连家都不回了，当然输不起。这是你经手的第一个案子，却是我经手过的无数案件之一。你在法庭上被我挫败，你要知道，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就不能指望对手手下留情。也许我不应该强出头，自己妄想帮红叶挽回颓势，是我太自不量力了。怎么你泄气了？我面对的是位法学权威、正人君子，泄不泄气，结果还不都是一样？哦，不，除了上帝，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教授，莫非你有什么指教？今天汉斯找来了一帮证人，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是什么？实际上，文红叶反败为胜的关键不在法庭之内，而在法庭之外。那些小华商和百姓们才是他最有力的证人。有力的证人？而且再严苛的法理，也不外乎人情，对吗？这个案子是中西方商人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次法律上的交锋，文红叶敢于应战，就值得喝彩。中国人需要觉醒，更需要抱成一团，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力量。教授，我懂了。那么现在，请把牛奶喝下去。这是我们民族商人和西洋财阀第一次在法庭上正面交锋，我们应该支持自己的同胞。我们应该去什么文红叶呀？华商人啊！对，都是自己人嘛。我们应该是。您是？你好，我想求见李宝银先生，我是。哎，小姐，怎么了这是？少爷，你快来看看呐！哎呦，小姐，宋小姐，李先生，我终于找到你了。宋小姐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打退堂鼓了？我闭嘴！哎呀，倒想办法呀！教授，我打电话去问过了，房东说芳华根本就没有回到他住的地方。他会不会算得开窍？这才算聪明。你这是对芳华人格的侮辱。我宁愿他不想来，而不是不能来。
法官大人，辩方律师一直都不出庭，难道因此就延误今天的结辩和判决吗？辩方律师无故缺席，本庭视为弃权，开始结辩。尊敬的法官大人，为了公平起见，我请求给被告一点时间，再等一等辩方律师吧。 Davis， 你是谁的律师？控方律师，请注意你的立场。本庭还有很多案子要审理，不能为这一件案子耽误时间了。阿鲁，有律师你都赢不了，现在没有律师，你不想输都得输啊！你个白痴！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输赢。宋大律师得罪了。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是绑架罪，是要判重刑的？不愧是大律师啊，把这种地方也能当成法庭。哼，一开口就给人定罪状。看起来，你才是主谋。你快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究竟是什么目的？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女人，果然是临危不乱，有胆有识。我明人不说暗话，你要替文红叶在法庭上辩护，为他救苦救难，恐怕是没机会了。你到底是谁？你想干什么？哼，我一说你就明白。我嘛，就是新联的亲阿爸。杨副爷在，请大小姐。是。暂时休庭，下午2点准时开庭。戴维斯教授，戴维斯教授，哎呀，连你都不知道芳华他为什么没来，那他究竟上哪儿去了？他有家不能回，他还能去什么地方？戴维斯教授，您是明事理的，我很了解你的立场，这很难两全。可惜芳华，她不懂啊。她不是你女儿吗？不是你学生吗？她怎么了？你们怎么可以一点都不知道？你这个混小子，我还没向你要我的女儿呢，你凭什么在这儿撒野？威廉先生，请你不要冲动，这里是法院。戴维斯教授，来，我跟你说啊，我的女儿啊，她……喂，好狗不挡路，好狗不挡路啊！喂，你才是狗，你的主人快要完蛋了，你等着哭丧吧。哼。教授，你是还嫌红叶输得不够惨，又找这么多证人来收拾他呀？你说我找他们？李爷，红叶是对不起您，可是你用不着落井下石，打落水狗吧？哎，你小子胡说什么呀？宋小姐难道没有告诉你们，是她苦口婆心说服了我，叫我挨家挨户把这些朋友请来的吗？宝哥，你见过芳华？
文先生，怎么不见芳华呢？这场官司我不打了，谁能告诉我芳华在哪儿？大小姐，请。真的是我阿爸叫你来找我的吗？来这儿干什么？大小姐，莫非信不过杨某人？我阿爸不计较你做过的坏事，我可从来没把你当好人。哈哈，我就说此一时彼一时嘛。大小姐，杨某就是有委屈，也只好往肚里咽了。大小姐一进去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保你开心。当初杨父爷绑我来，就是关在这里。大小姐真记仇啊！我说此一时彼一时嘛。大小姐，这里关的正是大小姐想关的人。请。在广州府，我宋芳华可不是默默无闻之辈。很快就会有人发现我失踪了，你还是趁早放了我，免得知法犯法，惹祸上身。哼，宋大律师对我的出身有所不知啊。多少年来，栽在我手上的都是赫赫有名的角色。宋大律师不算最出名的。法网恢恢，你逃得过一时，可逃不过一世。我实话告诉你，我的后台硬得很，有恃无恐，你奈何不了我。宋芳华，哎，心莲，心莲，你看，这就是我要送你的大礼。阿爸，你放了他吧。万心莲，你鬼迷心窍了，你居然跟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黑心阿爸同流合污。你说什么？你们想用这种手段阻止我帮文红叶辩护，你们真是太卑鄙无耻了。初婷，阿爸。心莲，我不是知会过你吗？我要教训文红叶，替你出一口怨气，你早就答应了。文红叶目中无人，只有叫他一败涂地，你才能赢回他的心，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万心莲，原来你不只是小心眼儿，你还学会了心狠手辣。你别血口喷人。好，我陈云生的女儿就得有这股霸气。现在这个女人交给你了，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哎，阿爸还有点别的事情。杨府爷在，你在这看着。是。万心莲，我和你的个人恩怨，有的是时间清算，但是我现在必须走，求你放了我。大小姐，别听他瞎咋呼，有我在，你怎么整治他痛快？您尽管吩咐。就算我求你，算我对不起你吧。等我出了法庭，我保证给你时间报复个痛快。但是现在，我求你放我走。你说什么？你求我？是，我求你，我求你高抬贵手，行吗？我每次见到你，你都高高在上，我只有抬着头看你。高贵的洋学生，大买办的千金，你今天终于也向我低头了，也学会求我了。您社主大小姐的身份，谁敢不向您低头啊？别听他废话，只要您下令，我叫他尝尝什么是厉害。哼，政治洋学生，我还是头一遭呢。万心莲，文红叶还在法庭上等着我，我不到场，他就永无翻身之日了。他不吃点苦头，他就永远不知道回头。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没有时间耽误了。为了文红叶，你放我走吧。你是为了阿禄哥才求我的，不是为你自己。你不是自己甘拜下风吗？我不懂，这有什么分别？这当然有分别。如果我放你走，你又成了阿禄哥的恩人，而我呢，我就成了卑鄙无耻的小人，背上落井下石的臭名。万心莲，你满脑子只懂得争风吃醋、患得患失，就没有别的吗？没有，我心里只会想这些。我不会跟阿禄哥讲那些昏天黑地的大道理。你知道吗？阿禄哥是我的全世界，你抢走了他，就把我的世界抢走了，我的心就空了，就死了。你根本就没有心。
你当了社主的女儿，你的心就硬了，染黑了。宋繁华，到现在你还教训人！你敢对我家大小姐大呼小喝，我肯定活得不耐烦了！你给我滚开！这是我和他的事儿，不用你管。我真是对牛弹琴，我豁出去了！你没事吧？我忘了你有声音。钟叔，你干什么啊？金莲，人呢？怎么回事？陈社主派人来口信说，事情已经办妥了。辩方律师无故缺席，为了公平起见，被告有权另外指定免费的公社律师。法官大人，我无所谓，尽快结束吧。这样吧，我来为我自己辩护。哎，喂！在座的各位，即使我的商行不叫华业，我想汉斯先生也一定会想别的花招把我打落水。你们打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保证还会站起来。我一定还要成立自己的商行，还取名叫华业。你这傻小子，你这叫什么辩护啊？你这不等于承认自己认输了吗？是啊，还有这样辩护？是啊，阿兄，这是怎么回事？放火了！辩方律师，你……法官大人，抱歉，我被一点事情耽误了，请允许我开始结案答辩。可以开始结辩。一个华人青年，只因为他是黄皮肤、黑眼睛，就应该受到歧视；只因为他曾经一无所有，却快速地跻身于西方商人云集的省港商界，名噪一时；只因为他用了中国最常见的商号“华业”2个字，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请问，这公正吗？法官大人，请看，这些照片有华业丝绸、华业杂货、华业药房等等等等，不胜枚举，再一次证明华业这2个字是中国自古以来商家惯用和常用的名号，根本与德意志花烟洋行没有任何关系。控方律师提出有关注册的辩驳，辩方律师又如何响应呢？法官大人，请看。法官大人，这些叫华业的商家数不胜数，有的还超过100年的历史，众口皆碑，难道不比注册更有公信力吗？如果硬说是侵权，那只能是花耶侵权华业，而非华业侵权花耶。法官大人，我们省城所有叫华业的商号一致同意，无条件让文红叶先生使用华业名号。对，我们都同意。华业是中国人的商号，是我们中国人的。对，我们支持你。
管结果怎么样，我都记着你的好。你应该记住李宝银先生和你的同胞。本席宣判，文红叶的华业商号侵权罪名不成立，原告德意志花业洋行败诉。多谢法官大人，老天终于开眼了！你赢得很漂亮，你真是太出色了。要知道，这场官司我输的是心服口服。你现在怎么样？你的脸色很苍白，一定是累坏了。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芳华，你跑到哪儿去了？哎，芳华，芳华，你怎么了？芳华。温先生，韩子先生，我们10天之内还可以上诉啊。文有密宋这么善于巧辩的辩护律师，我们再上诉也挽不回败局。真该多谢你有这么个女儿，宋威廉，你可以骄傲了，我恭喜你了。韩子先生，芳华年幼无知，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她。你宋不是已经离家出走了吗？你这当父亲的毫无威严，还有什么招数教训他？是，我教育无方，我宠坏了孩子。韩斯先生只和那个文红叶迷惑了宋小姐，这件事怪不得威廉先生。败给一个东方小子，我输的不仅是一场官司，而是输了西方人的尊严，输了洋商在这里不容挑战的地位和优势。韩斯先生，请允许我戴罪立功。文红叶他不可能事事如意，来日方长，总有机会扳回来的。 You're right。即便文已经变成了一头小狼，但跟我这匹老狼为敌是他最大的误判。在法庭上暂时输一局，我发誓，在商场上狠狠还击。是。只要你那个律师女儿不跳出来搅局，你最好去提醒她，她玩火玩得开心，被火烧灼的很可能是她至亲的父亲。威廉先生，如果您不中断我跟芳华的交往，我打赌你肯定不会出现今天的难堪。欲大不由人呐，做父亲的无能为力呀。马修先生，拜托你在汉斯先生面前替我多多美言几句吧。这还用说吗？不过我也有件事想请教威廉先生。前不久，我偶然在财务报表上看到你开出过一张支票，它的面额我很感兴趣，正好是30万零5千。这个数字好熟悉啊，让我想起好像跟一件古董有关系。这笔账目不是已经冲销了吗？这我知道，不过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敏感了。我想，如果汉斯先生知道，肯定会很介意。马修，你最近我估计错误，在股市上接连失利，伊娃夫人交给我炒股的50万本钱几乎赔光了，只不过她现在没有发现。
你也知道，伊娃夫人是那么聪明，如果让她发现了，有我好果子吃。你在暗示什么？我在股市号子里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内线，可以包赚不赔。可惜的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Money，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挪用公款？既然你女儿能用的，为什么我就用不得？嗯？来，慢点儿啊。芳华，芳华，芳华，温先生，请回吧。官司打完了，你和芳华两不相欠，就此桥归桥，路归路，了结了吧。芳华，温先生，如果你对法官的判决还有疑问的话，等我精神好一些，再跟你说明吧。我才不管什么宣判不宣判，我早就发现你的身体变得很虚弱，你生病了。快说话呀！我要急死了。宋小姐，红叶她没有说假话，她真的对你是牵肠挂肚啊。温红叶，你不知道为什么？温先生，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芳华她……等你，芳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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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至少你告诉我什么事耽搁了你上法庭？你怎么这么狼狈？你不告诉我，我不安心的，芳华。温先生，你早就弃芳华不顾了，还说什么放心不放心？芳华为了你，连家都回不去了。什么？他干嘛有洋楼不住，孤身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他干嘛被人绑架，还不顾性命逃出来，赶到法庭去？你要是有良心，就应该感到惭愧。宋小姐被绑架？绑架？谁干的？去问你的万心莲。喂，有没有搞错？心莲不会不知道宋小姐在帮你打官司，绑架这种缺德事，她也做得出来啊！还真是黑道社主的女儿啊！心莲不是那种人，你再满嘴胡说，我打扁你的嘴！那人家林记者也是满嘴胡说吗？你有本事，去打扁人家的嘴啊！哼！我不相信，心莲的心肠软，从前连一只小鸟受伤都会心疼，连蚂蚁都舍不得踩死。打死我也不信他会存心害我。女人发起狠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她不是劫了李自连号的股份，想给你下绊子吗？谁都会变的。从前如果有人说你是吃里扒外、出卖恩人的人，打死我都不信。可是现在呢，不信也要信啊。我是变了，可那是迫不得已，但并不等于所有人都会变。我也变了。想当年我龙州德一身赤胆，担心可招日月，可是现在呢，情义放两边，利字摆中间，跟着你没心没肺的打天下呀。就算心莲变了，那也是我害的，我对不起他，他有变的理由，我真该吃子弹。说不定啊，是心莲那个亲阿爸出的黑心主意，把心莲给教坏了。